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这次的点心是有一点意外的情况做出来的。我本来要介绍很简单的方式做出来的松饼，把面糊弄起来煎一煎，然后旁边放一些草莓。本来的想法是这样子，开始装盘时候很多想法出来，结果变成圣诞节季节很适合的蛋糕 style 的松饼出现了。没有想到松饼也可以做这么可爱的蛋糕，那做法是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这边准备的面糊是跟经典的美式松饼很接近，该用自己习惯的配料也没问题。牛奶不用煮沸，看到奶油融化就可以熄火了。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像这里的做法一样，加入泡打粉让面糊膨胀，这是简单的方式。另外一个是先鸡蛋打发，就是做蛋糕一样的方式，当然会比较辛苦的。之前我有介绍过舒芙蕾松饼的做法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等下去看看。因为这次是介绍早餐，我要比较轻松的，所以选了比较简单方式的面糊。不管做什么面糊，很重要的是不要产生结块，慢慢处理哦。用瓦斯炉煎的话，最好使用最小火，慢慢加热。松饼的大小大家可以自己选，做2颗大一点的，或者是做几个小的都可以，只要思考等一下翻面时候的空间大小。倒入面糊，我有分开2-3次装。这样子比较容易微调整面糊的分量，而且可以做一点点的高度。表面看到凹凸不平泡泡出现，表示面糊里面有开始熟了。我的习惯是煎铜锣烧一样方式，用主煎跟锅掌翻面。铜锣烧也有做过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收看影片。翻面以后，继续煎到金黄色。摸起来有一点弹性就可以熄火啦。最近看到很多地方有开始卖草莓，大家可以用当季的水果哦。做这种蛋糕麻烦的部分是打发鲜奶油，这次我用超级简单的方式。利用酸性把鲜奶油凝固化，就是制作 cottage cheese 一样，而且因为有加入柠檬汁，口味是很清爽。剩下的步骤怎么装饰都是自由的啊，我本来随便丢在盘子上面。后来看到这么漂亮的水果，决定做比较费工的方式装盘。
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可爱的いちごの豪華パンケーキ完成啦！真的舍不得吃，不可不拍，先记录起来 for Instagram， 然后再切入。水果跟柠檬风味的鲜奶油一起太好吃了，因为面糊里面有加入奶油，松饼本身也非常的香。如果不习惯做草莓蛋糕，今年要不要挑战这个简单范式的草莓松饼？希望大家享受美丽可爱的早餐，谢谢。